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富奇亚说频道。我们今天要来讲这台车子，这台真的是最近夯到爆炸的 Jimmy。那我们 Forge 呢，也有针对这台车开发一些套件给大家给 Jimmy 的车主。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介绍了3样东西：进气、排气管、避震器。首先呢，我要来介绍我们的进气。那我们 Forge 的进气呢？当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呢，跟英国那边开发，其实遇到一些瓶颈，因为如果你是开放式的话呢，其实你踩的，因为这台车是 NA 的车子，你踩它的吸气声其实是大于你的排气管，所以它吸气声实在是超大声的，而且就是而且反而很像很重拖的那种感觉。所以呢，但是因为这一台呢车子呢，那如果你开放式的呢，你有时候去涉水，如果因为这台车，毕竟你买这台车的人，基本上可能还是会去越野一下啦，涉水啊或什么的话，如果是开放式的话，你很容易去吸到水，然后进到引擎里面，这样就不好了，因为这样会伤到引擎。那 Forge 这次我们开发到最后这一台这个最终版呢，其实呢，你看它是一样，我们有非常卡泵的进气箱，里面是高亮滤芯。然后有个管子接到原厂吸气的地方，所以呢，这个也是安全于你如果以后有涉水或是压水坑的时候，水喷出来的时候呢，它是预防你不会吸到水跑到引擎室里面，所以其实这也是很好的，沿用了原厂的吸气的地方，所以呢比较不会去吸到水的一些危险。那这个东西呢，会改善你一点点的油门反应，跟你在高速公路的时候，你要超车的时候也会改善。如果你是Jimmy的车主，你应该会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我当我开这台车在高速公路的时候，其实在超车的时候其实是很吃力的，然后有时候还蛮危险的，因为可能就是需要这么的多一点点。所以我们针对这个动力方面呢，我们开发了这个进气，等一下还有给大家看排气管。所以呢，话不多说，我们先赶快把车架起来，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中尾段长什么样子。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我们 Forge 的中尾段排气管给 Jimmy。那我们的中尾段呢，就是从这个地方一直到后面这边，然后接位呢跟锁点呢，全部都是跟原厂一模一样，所以安装呢非常的方便。那如果要安装基本上差不多20分钟、15分钟就可以搞定了。那我们的排气管呢是找原厂位置的排气管方式。那很多人问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不用侧排？其实不是不可以，但是因为英国那边呢，他考虑到呢，这台车呢，买这台车呢，难免呢会去涉水，难免会去小小的 off road 一下。那如果你排气管呢在侧边的话呢，它其实是会牺牲掉一点你的高度。所以你在做 off road 的时候，可能会去敲到或什么的一些风险因为大家看一下它的梁在这里，那如果排气管你看从这边来说的话，它要侧排的话，这边它其实又会下来很多，所以它会牺牲你蛮多off road 的一些空间。所以英国呢，在我们这样来回呢，我们跟他们他也会参考我们亚洲的讯息、美国的讯息，那跟英国的讯息，三边这样沟通下来说我们还是走原来的位置，所以就是用原厂的位置。然后呢，尾饲管方面呢，我们搭配了卡泵的尾饲管，让这个排气管又多了一点个性这样子。那中尾段换下去以后呢，其实我个人开起来，因为讲真的 1.5 NA 的车子，它讲真的成长的幅度，讲真的差不多就在2-3匹左右啦，说实话。那但是它扭力也加了一点点，差不多在0.8到1公斤左右。这样子你在高速公路开的时候，其实在超车的时候，其实就多了那么一点点，就比较好超车一点。因为有时候在高速公路我在开的时候呢，之前在试开这台车，其实在高速公路或是上那个交流道的时候，其实都不太够力，我觉得有时候还蛮危险的。不是说我们要开快啦，就是说我们要超车，可能就有多需要。所以呢，换了这些进气跟排气管的车主呢，他们反应都还不错，因为都有改善它高速再加速的那个感觉。重点，我们的排气管不会共鸣，踩到底或是巡航的时候它不会共鸣。
所以呢，你在家人啊或小朋友的时候，也不会被排气管的共鸣声扰到头很痛啊、很晕这样子。所以呢，之前为什么没拍给大家看呢？因为你也知道，君米现在订车要2年，去要找车就不容易了。很感谢这台车子，因为这台车子呢，它现在要回来就装。等一下我要介绍的东西就是避震器，那所以我们有这个机会，赶快把它这个影片拍起来，要不然下次见到这台车又不知道哪时候了。走，我们来看看避震器是什么东西。啊，对，排气管应该要听声音，对不对？我又忘记讲。那但是因为我们的接收的麦克风啊，其实都很好的。如果你是用手机的话呢，可能就开大声一点，那个声音才可以诠释出来。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听到这个声音是怎么样啊，我建议你，因为我们这是高画质的那个收音麦，所以我建议你可能插个耳机，用耳机听。我每次我说你要听声音的时候，你比较可以听得出来80%的准确度。所以呢，记得手机开大声一点，或是用耳机听会比较好哦。接下来呢，我就要来介绍避震器。那我们Forge避震器呢是降低的套件。为什么是降低的套件呢？因为呢，我跟英国那边反映的说，亚洲来说，我只想要降低的套件，因为我本身有开过Jimmy这台车。我不知道现任的Jimmy车主，你有没有发觉到Jimmy其实它是一台很好的车子，在市区开也很方便，它也很轻巧。但是，一旦上了高速公路，其实你会有一点轻飘飘的感觉，然后让你没有什么自信心。开到120、130的时候，也觉得它很飘、很晃，没有什么安全感。那我觉得这个还蛮危险的，因为我本身从那时候有一个客人是在台北，我帮他车子从台北开下来台中的时候的路程，旁边有一台10轮货卡。超我的车的时候，其实我的车子会倾斜，就是让被吸过去的感觉，我会觉得还蛮危险的。所以呢，我们出了这一套避震器，它是降低的，降低差不多6公分左右。那我们现在身后这台是原厂的高度，等一下降完的时候，我会再让你们看降完的高度是多少。那当然呢，这个呢，我们也是一样有32段可调。那我之前呢，我们改的那台车子呢，有在梦想街57里面出现过。那也很感谢他们电视节目邀请了我们，跟我们整台改好的Jimmy上他们的节目。如果想要看呢，之前呢我们上梦想街57的改的那台车呢，请点一下这边，然后呢，它就会跳到之前梦想街57的Jimmy的特别单元，里面有详细介绍我们那台车子，也有改我们家的Forge避震器、进气、排气管都有。那话不多说，我们让技师赶快把它装好。然后呢，其实呢，装完以后呢，你的操控感啊，你在高速公路驾驶的感觉，跟你在路上开摇晃感就不会那么重了。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怎么说啦，我们装之前结尾一下，就是说。Jimmy 这台车是好车，它也很适合市区开，它也很适合每天开。但是因为我们的需求，我觉得台湾人的需求应该还是通勤为主。那台湾有很多快速道路，台湾有很多也有高速公路。那我觉得在它现在目前的设定来讲呢，它真的是偏软了。我轻轻摇一下，你可以看一下，你看这台车可以晃成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它如果在紧急状况下，我觉得它这种软度其实是反而会造成危险的。所以呢，我们就出了这套避震器，它不会很硬，也不会很软，它就是硬朗能 Q 这样子。加上它有32段可以调它的阻尼，所以说你也可以调得很硬，也可以调得很软。然后呢，接下来降避震器这台车是有一点点小美感的，等到装好再跟你们说。
好，现在我们 Jimmy 已经把Forge的避震器装好了。那目前你看整个降低超多的，然后这个高度呢，以我们的避震器来讲，我们研发这是最低的安全值。为什么讲安全值呢？因为呢，它后面的避震器的下支臂的设计的关系，如果比这个再低一点的话，它避震器的行程其实是不够的。所以呢，我们避震器也是防呆的，你最低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刚刚不是有用手摇一下车子，我现在也一样摇一下，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晃动已经没有像刚刚那样子了。其实这样子呢，就会让你在高速公路开的时候，增加你的信心跟安全感。那当然了，我们现在这样子讲，你会觉得说都是我在讲，我刚刚是不是用比较小力在推？那没关系，我们之前呢，我们上了梦想街57的那个节目呢，我们有很详细的路架原厂的，跟我们改完避震器 Forge 的有什么不同。那如果你想要看到更详细的介绍呢，请点一下我们的刚刚又跳出来的这个网址，然后点下去就会看到我们之前上了梦想街57，我们有做原厂的 Jimmy 跟我们151改出来的 Word 的 Jimmy 的对照这样子。在我们结束之前呢，我想要再把车子架高起来，跟你们讲说这个降低避震器跟如果有人想要升高的话，它的一些美感在哪里？走。如果你今天 Jimmy 是选择是降低的话，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降低需要注意什么。那我们降低呢，我刚刚讲说你不能降太低，为什么？你可以去看一下这边，好，大家看一下这边，观众们，就是这个下支臂跟车体的地方，你看它这个空间，如果我降越低的话，这个会越近，所以如果你降太低的话，它会一直去打到这个地方，那就不好了，会触底。所以说这个降太低的话，就会有这个危险，所以自己可能如果观众朋友有别组避震器的话，你可能要注意的。但是我们 Forge 避震器你不用担心，我们 Forge 避震器就是防呆的，最低呢就是刚刚那样子，就是这个高度，它是安全的。那如果你今天是选择升高，很多人喜欢 Jimmy 架高的，那我们目前 Forge 是还没出啦。那你要注意什么呢？来，我跟大家讲一下，后面这个地方你看，它有刹车油管，那你刹车油管一定要加长，那不然可能很有危险。你在可能去一些凹凸不平或是地面高低起伏比较落差比较大的地方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要注意，因为有可能会去扯断它。第一个是这个刹车油管跟这边的这个油管都要去加，然后再来，当然架高如果高过于2寸啊，可能是2寸几公分，应该14公分以上，或是架高超过2寸以后，其实还要换一些连杆啊，这大家应该都知道。Jimmy 的人就是6件式连杆啊，那装起来不便宜，因为装起来看也要3万多块，光那6件连杆，那不然你的车子的轮胎它会变成外八这样子，那你不能这样子啊，因为你升高了，他会觉得很奇怪这样子。所以这就是避震器的一些小美感。然后呢，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东西，那我们的避震器呢，最后我们离开之前，我们避震器呢最低是这个设定，最高呢你也可以升高，差不多在6公分左右，比现在再高6公分，这样就快接近原厂的高度了。所以说，其实如果你觉得降低，你有时候可能要去录影或什么的话，你觉得太低的话，你也可以升高起来。那为什么要升高？因为升高，那买自己避震器干嘛？买避震器像我刚刚讲的，你的那个硬度跟稳定度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是更好的，你开车起来就更有信心，更有安全感，这样不会整台车飘飘的。我相信很多Jimmy车主开高速公路应该都感同身受我刚刚讲什么。最后一样，第3次会跳出来了。如果你要看更仔细的原厂跟我们改完的那个路架啦什么，你请看我们之前在梦想街57的那个专业报道，这样子，那请点这个。好啦，希望这一集呢，对这些 Jimmy 的车主呢，这些 information 呢，对你们是有帮助的。如果你今天有考虑改的话，也可以参考我们Forge套件。谢谢大家。